一艘战舰能顶一个舰队的围攻，守卫宇宙和平的超级堡垒降临。机动战士高达 Seed Freedom 设定解说，型号 LHMBB03S 千禧年号，是扎夫特为和平观察组织 Compass 所建造的一款新型宇宙战舰。该战舰在 Compass 组织里的序列号为 SCC-102，也就是继另一艘序列号为 SCC-101 的大天使号之后，加入 Compass 组织的第二艘宇宙战舰。尽管这艘千禧年号在造型上具有鲜明的特色，与当前服役的各型宇宙战舰存在着较大区别，但还是能够从千禧年号几个比较突出的特点看出，该型宇宙战舰与扎夫特之前服役的密涅瓦号存在诸多相似之处。其中最为显著的地方，便是这两型战舰都带有可折叠的机翼结构。这个结构可以让千禧年号能像密涅瓦号一样，为自身提供升力，从而像飞机一样在大气层中进行飞行。不过不同的地方在于，密涅瓦号的机翼在舰体靠前位置，而新造的千禧年号则将机翼挪到了舰体尾部，并且在整体造型上比密涅瓦号要更加的修长，使得千禧年号在高速性能上的表现要更加突出。包括在海上航行的能力，千禧年号同样也具备。自身所配备的水力推进器可在水中运行，除了在水面上航行的能力之外，千禧年号还带有潜水功能，可在极短的时间内像潜艇一样潜入水下，自身的水密性和耐压性方面可支持下潜至一定深度。由此可以看出，千禧年号跟被称为万能战舰的大天使号一样，其机动范围同样覆盖了空天海，完全超越了密涅瓦号，成为了新的全领域型宇宙战舰。因而扎夫特对千禧年号称为超级密涅瓦级MS 行星2栖攻击舰。然后第二个相同的地方是千禧年号也搭载了2条弹射器。与密涅瓦号有所不同的是，千禧年号弹射机动战士的飞行轨道做成了外露的方式，也就是做成了飞行甲板，像航母那样进行 MS 的起降运作，而容纳 MS 的格纳库也跟航母一样放在了飞行甲板的下方。当搭载的 MS 要出击作战时，千禧年号会通过升降机将 MS 传送到飞行甲板上，同时内置在飞行甲板上的引导设备也会跟着展开，然后驾驶员在引导设备的指引下启动机动战士进入准备出击状态后，通过弹射器来完成放飞。整个放飞过程耗时极短，在甲板调度和弹射器操作人员的协同操作下，舰上搭载的所有机动战士可以迅速完成放飞。再者就是千禧年号格纳库内部的配套设备十分完备，而这部分也是千禧年号调度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套系统是基于密涅瓦号的调度系统发展而来，其信息化和智能化的水平很高，不但能够快速响应机动战士执行各种作战任务的需要，还能帮助整备班组人员快速展开维修保障作业，从而确保千禧年号上各个环节的工作流程始终稳定有序运作。接着第三个显著不同的地方是，对密涅瓦号上专门供脉冲高达使用的弹射系统进行了更改。鉴于脉冲高达分段出击不再具有实质意义，所以在千禧年号上也就不再使用分段出击这一方式，直接跟其他机动战士一样以 MS 形态进行出击。但在千禧年号的飞行甲板下方位置有设置脉冲高达背包装备使用的出击口，通过无人机进行运送的方式，在脱离千禧年号了以后，再与脉冲高达组合成完整形态。而关于舰上武装方面，千禧年号大体上沿用了密涅瓦号的武装配置，其中在舰首位置安装了一座 QZX-1D 型洋电子破城炮，这个是在密涅瓦号唐怀瑟洋电子破城炮的基础上改进而来，除了输出的威力同样十分强大之外，改进之后的洋电子破城炮可同时向4个方向进行输出，以此扩大打击范围来消灭更多的目标。剩下的作用与大天使号一样，利用洋电子炮对空气产生的排斥效应，来帮助千禧年号依靠自身动力摆脱地球引力，无需像密涅瓦号那样需要增加助推器。可以说，千禧年号已经做到了随时随地从地面返回到宇宙的程度。而在洋电子破城炮的后方这个位置，内置了一门巨大的 MK162 型库文纳尔线性加农炮，该炮的作用与密涅瓦号的3管加农炮相类似，都是凭借威力巨大和射程距离远的优势，来对敌进行远距离的火力打击，从而加强千禧年号的火力打击能力。另外，与这个线性加农炮搭配一起攻击使用的，还有3座 XM47D 型特里斯坦双管高能光束炮，作为千禧年号的主炮，其威力同样十分强大。其中2座主炮布置在前方，另一座主炮则布置在后方，以此来覆盖千禧年号周围1圈范围的射角。当然，千禧年号上还有其他的攻击手段，在舰体两侧和舰桥后方还布置有多个导弹发射装置，并且配备了多种类型的导弹来满足不同作战需求。其主要配置为内德哈特空天导弹、
帕西法尔对地导弹和迪斯帕防空导弹等等。必要时，这些导弹可设置冷发射，延迟点火。通过这个方式，可以在一片区域形成雷场，直到目标进入隐性响应范围时，就会自动发起攻击，这样就能实现布雷的战术效果，从而出其不意攻击对方。然后舰首底下这个位置安装了新型攻击装备轰天热力撞角，该装备在启动了以后会进行加热，提升破坏力，然后在千禧年号高速性能的加持下，直接加速撞向对方，就能给予重大伤害。像一些体积较小的舰艇，很容易就被这个撞角直接撞断成两半。由此可见，千禧年号所具备的攻击能力是相当的丰富。而在防御方面，千禧年号的表现同样也十分突出。首先是跟其他舰艇一样，在千禧年号多个位置也布置了近防火神炮，通过极高的射速在周围形成弹幕，以此来防御各种来袭的导弹和抵近攻击的机动战士，并且在舰首位置还安装了4组全新武装线控炮。该武装无需人员进行操作，只需舰上的火控系统完成目标锁定，这4组线控炮就会自动将这些目标一一消灭。而且线控炮带有动力装置，可在千禧年号周围灵活机动进行防卫，其作战效能较其他舰艇实现了质的突破。而在对抗光束攻击方面，千禧年号装备有抗光束暴雷，此类装备早在大天使号上就已经应用，在抵消对方光束攻击具有极佳的效果，但也会对自身发起的光束攻击也会造成影响，所以需要看准时机使用。而且像大天使号从宇宙空降地球时，通过在全舰包裹一层黏状的液体隔热层这一功能，也在千禧年号上得到了应用。但包裹舰体的结晶层与大天使号的隔热层有所不同，这个结晶层是名为结晶装甲的特殊材质。该结晶装甲在硬化后，在抗高温和抗打击方面的表现极佳，使得千禧年号拥有了铜墙铁壁般的防护能力，能够一次性免于高密度的光束和导弹等攻击的伤害。这就让千禧年号在战斗当中有条件扭转战场形势，从而实现绝处逢生。最后是千禧年号的舰桥这个部分也进行了重大改进，包括密涅瓦号在进入战斗状态后隐藏舰桥这一设计，也在千禧年号上得到了沿用，以此来提升舰上核心人员的生存能力，不至于被对方一次命中而直接造成重要人员伤亡。然后舰桥内部的布局较密涅瓦号则发生了较大变化，其整体上呈圆形进行布局，并且一共按照相关人员的职责设置了8个座位，其中处在中间位置的位置属于舰长，而承担舰长职务的人员为阿列克谢晋江。之后在宇宙中与 Foundation 王国进行决战时，舰长临时改由马留拉米亚斯担任，而阿列克谢晋江的职务暂时调整为副舰长。接着在舰长座位右手边的位置属于副舰长座位，而承担副舰长职务的人员为阿瑟川恩，原先在密涅瓦号上也承担了副舰长的职务。之后在与 Foundation 王国的战斗中，阿瑟则挪到了旁边的位置来负责情报信息系统的操作，也就是代替了原操作员光疾风的位置。另一个同样来自原密涅瓦号上的人员还有阿比温莎，他在千禧年号上的职责为通讯管制员，所在的位置在舰长座位右手边后边，主要负责管理各个单位与千禧年号的通讯联系。而在舰长座位正后方位置是 CIC， 其相关职责的人员为艾伯特海因莱因，主要负责包括武装在内的各个子系统的操作，还负责机动战士信息管理和协同作战指挥。对比大天使号需要5人协同操作的 CIC， 可以说千禧年号 CIC 的集成程度已经到了非常高的水平。然后舰长左手边位置的是雷达系统操作员，所负责的操作人员是杰米汤普森，他主要负责通过雷达系统探测、跟踪、识别目标，并为舰长指挥决策时提供关键情报。接着坐在雷达操作员的右手边位置的是奥利维亚鲁斯卡尔，他的职责应该是辅助 MS 和 MA 战斗运作的管理人员，不过到目前为止他的工作内容并不是很确定。而在舰长正前方位置的则是舵手，一开始舵手是名为马库斯·马格达内尔的人员，但在与 Foundation 王国的战斗中，改由驾驶水平更高的阿诺德·诺伊曼来代替驾驶。值得一提的是，该千禧年号还在操纵舰艇方面做了重大改进，这个改进就是增加了一个战斗舰桥。当千禧年号进入到战斗状态时，舵手的座位就会挪到舰长座位附近，然后位于舰桥中间的升降机就会启动，将舵手和舰长上升至顶部的战斗舰桥。利用战斗舰桥采用了开放式这一设计，让舵手和舰长获得了最佳视野进行作战，但这也增加了被直接攻击的风险。所以在进入战斗舰桥时，舵手和舰长都需要提前更换宇航服，以便提升战斗舰桥被击中后的生存几率。由此可见，战斗舰桥这个位置尽管十分有利于作战，但所带来的风险也是十分巨大。
所以在选择启用战斗剑桥时需要谨慎。最后，在剑桥上这2个位置还是有大屏的显示器，该显示器主要用来综合显示各方面的情报信息，方便舰长等相关人员举行作战会议时进行查看。同时，这2个显示屏还安排了2名操作员负责操作，而这2名人员分别是吉姆·莱尔和陶乐斯·布里斯托。由于这2个位置均没有设置座位，使得他们2个在操作时都是以站立的方式来进行，因此在战斗状态下，这2名操作员都不会在此停留。到这里，从以上这些信息可以看出，扎夫特为 Compass 组织打造的新锐战舰千禧年号可谓是倾注了大量顶尖的技术，这让 Compass 组织在维护世界和平、打击动乱势力时就有了足够的底气。即便对手是拥有庞大军力的兰波斯局残余势力，使用千禧年号出击作战仍显得战力过剩。所以一开始 Compass 组织让千禧年号常态化部署在了近地轨道位置，来做机动战士快速出击的平台，以便地面上任意位置发生暴乱时，让自身携带的机动战士编队快速抵达事发区域，然后与常驻在地面的大天使号相互协同执行维和任务，以便每次任务结束后，相关事发区域的秩序能够迅速得到恢复。当维和任务结束需要进行返航时，通过大天使号洋电子破城炮所制造的快速通道，来帮助机动战士部队返回到千禧年号上。可以说，大天使号和千禧年号这一组合，相当于是建立了地面往返近地轨道的交通体系，这也就让 Compass 组织在近地轨道常态化部署执行维和任务成为了可能。然而没多久之后，千禧年号就遭遇到了真正强大对手的威胁，而这个对手便是从欧亚联盟中独立出来的新兴国家 Foundation 王国。为了平定米凯尔上校率领的兰波斯局残余势力， Compass 组织接受了 Foundation 王国的邀请，决定在欧亚联盟的边境附近与 Foundation 王国共同围剿这股兰波斯局残党势力。然而这场邀请实际是 Foundation 王国设下的一个圈套，行动一开始没多久就控制了基拉的心智，使其擅闯边境线与欧亚联盟发生了冲突。然后 Foundation 王国便利用基拉制造的这一混乱局面，便开始启动蓄谋已久的另一个作战计划。很快，旗下黑骑士小队立即调转枪口，出其不意对 Compass 组织给予了重大打击。而这一下让 Compass 组织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连留守在后方位置的千禧年号差一点就葬身在了 Foundation 王国蓄意对自身发起的核打击当中，但好在及时潜入水下，这才得以逃过一劫。就这样逃离了 Foundation 王国后，前往了奥布。在这之后，Compass 组织很快就明白了这一切其实都是 Foundation 王国为启动命运计划而设置的圈套。于是，在奥布的帮助之下， Compass 组织决定在千禧年号上重新组织战力，前往宇宙向 Foundation 王国发起决战，以一场战争阻止对方发起的命运计划。然而，奥布早已被 Foundation 王国监视，很快就对奥布的卡加利下达通牒，表示将在10分钟后使用镇魂曲对奥布进行打击。也就是在这一危急的时刻，基拉主动与 Foundation 王国进行了联系，在经过10分激烈的对话之后，成功让对方将镇魂曲的打击目标转移到了千禧年号上，让奥布躲过了这一次毁灭性的打击。而千禧年号则利用了自身的机动性能优势，在巨大光束落下的一瞬间进行高速转向，非常惊险地避开了镇魂曲的打击，没有让 Foundation 王国得逞，然后凭借这一股气势冲到了宇宙当中。随即 Foundation 王国规模庞大的宇宙舰队也开始严阵以待，一场真正检验千禧年号战斗力的战役也就此展开。但好在这场战役并不是 Compass 组织孤军奋战，包括奥布、Plant 和地球联合等势力也加入到了这场战役当中。这个场面仿佛2年前的弥赛亚战役又重演了一遍，一幕幕惊险万分的战斗场面再一次出现在月球上。随着整场战役开始进入白热化，使得千禧年号一度险些被扎夫特激进派从后方击破，但还好有迪亚卡和伊扎克的及时拦截，在2人连番攻击之下，没有让扎夫特激进派采取的特工手段在千禧年号上得手，成功化解掉了千禧年号的危机。最终，千禧年号抓住了击破 Foundation 王国旗舰的机会，在撞角冲进对方船体的那一瞬间，所有武装同时攻击，将对方轰成了碎片。于是 Foundation 王国就此战败， Compass 组织也由此拿下了这场酣畅淋漓的胜利。